美国造一艘伯克3级驱逐舰要26亿美元。再看看中国的055万吨大驱的造价，美国人又要难受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在中美海军力量竞争的大棋局中，主力舰艇的发展最令美国人揪心。中国的055万吨大驱已经下水了8艘，而且很有可能继续大批量建造，其技术水平甚至领先美军的驱逐舰一代。美国海军把055称之为巡洋舰，还真有点道理，因为它的排水量比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还要大。何况由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日益老化，美国海军正计划退役其中的22艘，其后果就是美军将失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。DDD-1000隐身驱逐舰项目烂尾后，美国海军急需获得一款性能有较大提升的新型驱逐舰来补充其实力。这款新舰将充当指挥舰，因此美军在没有更适合的下一代主战舰艇的情况下，不得不先制造一批具有指挥舰能力的伯克3级驱逐舰。伯克3的建造速度大概是每年1.5艘，其推出的速度相比于中国不值一提，但已经是美国的最快造舰速度了。该舰其实是基于伯克2的升级型号。伯克3的改进主要是对舰载电子系统进行深度升级。从吨位上来看，伯克3的满载排水量在9600吨左右，比中国的055小了3000多吨，垂发数量呢也少了16个单元。所以仅从排水量以及舰上的武器系统来看，伯克3更像是一艘驱逐舰，而055的确更像巡洋舰。伯克3的精华是舰载设备，该舰采用了一台 AN-SPY-6 S 波段的相控阵雷达，其雷达天线阵列的口径从3.7米增至4.3米，采用数字阵列设计，灵敏度提高了30倍，探测距离呢提高了2倍，达到了500公里以上，可以同时处理1000个空中目标信息。如果要以中国的055对比雷达水平，伯克3也占不到便宜。055的一体化桅杆和双波段相对雷达，就技术而言，仍然领先于伯克3。真正让人震惊的差距，还不是平台和综合性能，而是二者的造价。伯克3的首舰成本在35亿美元左右，随着建造数量增加，其成本大概会降到30亿美元以下。目前美国军工给出的最低造价是26亿美元。相比较而言，日本造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大约是15亿美元，韩国造一艘伯克级驱逐舰需要9.3亿美元。要知道，韩国和日本都是从美国进口盾舰的大量核心设备，然后拿回去组装，最终呢，却比美国人造的伯克3便宜了60%。网上有人估算，055万吨大驱的造价也就是60亿人民币，不到10亿美元。美国军舰的造价高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造船厂几乎只服务于军舰，船厂的运营费用极高，而中国、韩国的造船业占到了全球份额的80%以上，有民船业务的补充，所以运营压力大大缓解，产能和产业链的优势非常明显。而在美国，现在能够造大型战舰的造船厂只有一家了，熟练工人更是越来越少，已经出现断代的趋势了。所以美国人现在不是设计不出下一代的驱逐舰和巡洋舰，而是以后就算想把这样的军舰造出来，也根本造不起，更用不起。美国军舰的排水量现在是世界第一，但是当民用制造业已经空心化后，地主家没粮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包袱越来越重的美国海军
必然会被新锐的中国海军所超越。美国人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历心理的煎熬，直到美国海军霸权的完全衰落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